一部三国里边呢，有两个人物啊最完美，哪两个人呢？要论文的，那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后知500载，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了。文的是诸葛亮，武的最完美是谁呢？赵云、赵子龙。这人不光能耐大，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没受过伤，而且人品。咱看三国里其他那些人，包括关羽啊、张飞啊，这些人都有点小毛病。可是你把三国读遍了，你会发现没有人说赵云有啥毛病，就说这个人无论是人品武功都是1等1的人才。可是你在网上看，有很多赵云的粉丝呢替赵云打抱不平，说这赵云呢混一辈子到最后都是个杂牌将军，好像刘备他们这边没怎么重用赵云。那么说赵云有这样好的人品武功，怎么最后看起来还不如关羽、张飞这些人啊身前身后的这个名声大呢？这什么原因呢？咱们今天给大伙具体分析一下历史上真实的赵云为什么没有得到多大重用，多次救主竟反遭遗忘，文武双全为何不受重用？常胜将军赵子龙到底有怎样的特殊身份？老梁故事会三国武将的秘密之被神化的赵云。咱们先说赵云没被重用，有人冤在哪儿呢？说你看呢，他保刘备忠心耿耿，这不用说了，尤其是对刘备他儿子，就这后主刘禅呢，阿斗，他对这阿斗有救命之恩，救他2回，一回大家都知道长坂坡前7进7出救阿斗，第2回呢是被孙尚香啊，就刘备后来的夫人要把这阿斗带过江东，结果赵云截江夺阿斗，第2次救他命。说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你这个怎么好像没有得到多大重用，是不是冤呢？其实呢，你看了《三国演义》里写了，好像赵云这是受到重视了。说比方说刘备白帝城托孤，白帝城托孤里头呢写到这段了，说把诸葛亮叫进来了，说你看我这儿子呀，你要认为他行，你就辅佐他；不行，你把他废了，你直接为蜀中之主。诸葛亮一听，马上跪下来，眼泪哗哗的，说：“主公待我恩重如山，我肯定辅佐好后主。”说这时候刘备呢，又托付赵云2句，好像是文托付诸葛亮，武托付赵云。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写的，《三国志》里怎么记载的呢？白帝城托孤啊，刘备是文托付诸葛亮，武托付那位武将呢叫李严，不是赵云。说见不见赵云一面？见了，把剩下文臣武将大帮轰都叫进来了，包括赵云在内，意思我马上要死了，你们好自为之，如何如何？没有特别提赵云。所以就说这白帝城托孤里头呢，严格意义上咱们按史实来说，按三国志来说，没赵云什么事儿。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所以你包括就是最后赵云历史上真实的被封为顺平侯，就他死了之后呢，不得给有功的功臣呢给谥号。当时后主刘禅呢封了12个武将，每个人有个谥号。到最后是姜维想起来说：“主公，这好像不对，赵子龙将军救过你啊，怎么也得有他呀？”刘禅一拍胸脯：“可不是吗？我差点把他忘了。”封他个谥号吧，就这么才封了赵云。那么说，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赵子龙当年就这功劳掺假了呢？确实，《三国演义》里头啊，在一定程度上把赵子龙给神化了。怎么给神化了？咱们看赵云所有这个征战过程当中最精彩的啊，咱就拿这个2次救后主阿斗这事儿来说事儿。头一回咱知道长坂坡，《三国演义》里怎么写的呢？这罗贯中吧写这段时候有点心虚，为啥？你说曹操100万大军，赵子龙7出7进7进7出，这还是人了吗？这不成神仙了吗？所以这罗贯中写这段时候呢，稍微给做了点安排。怎么安排呢？他给赵子龙啊贴了2道护身符。哪2道呢？你听我慢慢说啊。说是砍倒大度两杆，夺槊3条，马踏陷坑，堪堪废命。连人带马哭哧掉坑里去了，眼看就死了。这时候曹操手底下大将张合挺枪就刺，眼看赵子龙要一命归西。可这时候呢，突然间红光迸现，一道红光闪现，赵子龙连人带马噌从陷坑里出来了。什么原因呢？《三国演义》里说了，说因为啊，他这不是怀揣后主阿斗吗？
阿斗是什么？真命天子啊！那大汉皇叔刘备的亲生儿子，这是龙种，所以这龙种天生带福分，红光护体，护着赵子龙连人带马噌上来了。你看这不就神话吗？等于传说这是。不光这个，说你这躲过这一下子，百万兵丁围着怎么办呢？哎，这《三国演义》里的描述的更有意思，说那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此时献上一计，就跟曹操说有如此猛将，何不收入帐中？曹操在山头观战呢，一看这个白盔白甲，这小将军这么厉害呀！一听徐庶说的，我正有此意。曹操这时候起了爱才之意，不能害他，所以这个他手底下兵丁还怕担着责任呢，一见赵云呢，不敢伤性命往后躲。那赵子龙一枪一个，玩了命了。所以说这时候说赵子龙叫一仗怀揣右主之英勇，注意红光护体的第一道护心符，二仗有徐庶暗中保护，其实是曹操放他一马，所以第二道护身符，所以只杀的七出七进，七进七出，汗透铠甲，血染征袍。所以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一种神话式的描述，对天兵天将的描述。整历史上真实的《三国志》里头呢，说到这个赵子龙救幼主呢，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说刘备跟曹操打仗，打了败仗了，四下奔逃，顾不上老婆孩子命了。赵子龙呢护着刘备的老婆孩子跑出来了，就这么一两句话，就说没有七进七出七出七进那么神奇，那是完全给神化了。还有第二次救幼主，那是刘备远征蜀中，这时候孙尚香呢，他后娶着夫人，孙权他妹妹。这孙权的妹妹呢，被这个周瑜啊那边啊使了一计，说你呀回来吧，你母亲吴国太啊身体不行了。其实是骗的，说你回来别忘了把你的儿子，其实不是他亲生的嘛，这等阿斗那是甘夫人的儿子，说带回来，说老国太啊临死前想见见这一面。孙尚香上当了，其实他母亲没什么事，吴国太这样带着幼主阿斗过江。这时候赵子龙来截江夺阿斗。夫人，赵云，你想干什么？如果夫人一定要去的话，请留下小主人。赵云，你不过是我夫君帐下一介武夫，怎敢管我家中之事？夫人恕罪，赵云必须留下小主人。左右听令，在，给我拿下赵云。这赵云很英勇，如何这个单骑救主？其实不是，真实历史呢，赵云呢有这段，但带着兵来的，而且是赵云和张飞合伙的，也说了，说这个嫂夫人你呀回去行，可是呢你得把幼主给我留下。你想孙尚香一女流之辈，赵云张飞俩大汉，立马横枪，金刚怒目，他也不敢说什么。再说人家把人幼主要回去，这属于是既合理又合法，所以这段赵云等于兵不血刃，也没干什么事儿，就把这幼主救回来了。所以赵云的这些功劳呢，一多半是《三国演义》啊给神话上去。老梁故事会：三国武将的秘密之被神化的赵云。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眼拉面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赵云最传奇的是什么呢？就是打一辈子仗啊，没受过伤。咱都知道瓦罐难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两军阵前对阵，刀枪不长眼睛，随时可能碰上。关公了不起吧？不一样被射了一箭吗？才有关云长刮骨疗毒吗？说赵子龙一辈子没受过伤。说这个传奇故事呢，甚至说赵云怎么死的都跟这有关。所以你看这个三国里头名人要死了，总得有点故事。你看关公是败走麦城，这是诸葛亮死了有个死诸葛吓走活动达，张飞死的时候瞪圆眼睛睡觉，睁眼睛睡，结果让部下范江张达把脑袋割下来，总得有点轰轰烈烈的事儿。可赵云死的蔫了吧唧的，你无论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稀里糊涂，反正就70、80岁寿终正寝，一命归西，老死了，老迈年高了。民间传说有说赵云这死跟他没受伤有关系，说赵云70、80岁了，打了一辈子仗，身上刀枪剑一道划痕都没有。说70、80岁有天洗澡，他的小妾小老婆伺候他洗澡，就看他说：“将军你可真厉害啊！你说你这打一辈子仗武将，这身上连个伤疤都没有，比我这身上都滑溜，真好啊！”这赵云就乐了，说：“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谁也伤不得我分毫，所以你看我这辈子一点血都没出过。
这时候他这小老婆跟他闹，我就不信你这常胜将军不出血，刀枪剑戟伤不了你，我能伤你？随身噌掏出一根绣花针，在赵云胳膊上一扎，扎了个眼儿。结果不出血是不出血，这一出血把一辈子血都出来，都这血挡都挡不住，跟这三流水龙头似的。有人说可能赵云有那个白血病、血友病吧，扎一针之后血就停不下来。问题是血友病比较轻的，他血不可能止不住，他真要重的呀，你不碰他都出血，所以这是扯淡，无稽之谈。你这种武将上战场，说白了，那铠甲磕着碰着都有可能受伤。所以这个古往今来，多高武功的将领，他都没有不受伤的。最多是你武功高，你机会又好，你没受过重伤，像吐血呀、什么砍掉个胳膊，没有过这伤。所以受轻伤这是肯定的。说赵子龙没受过伤啊，那是胡说八道。确实赵子龙没受过重伤。说为什么他连重伤没受过呢？这跟赵云本身的能耐、机遇都有关。有人说他还能总没机会吗？他确实后来机会也不多，为啥呢？赵子龙有个极特殊的身份，就这个身份决定的是呢，他很少呢能在两军阵前直接硬碰硬去打仗。什么身份呢？他是刘备的贴身保镖。这个历史记载的那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赵云呢，后来不是陪着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去吗？结果这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诸葛亮妙计，最后呢，刘备还娶了孙尚香了。两人洞房花烛夜，这孙尚香是个女汉子啊，这个本身呢舞刀弄剑，武功就不错。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他手底下丫鬟两边站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拿着。这怎么这洞房花烛还这个呢？这说明什么呢？两口子之间呢，一个孙尚香比刘备小，身体比他好；再一个孙尚香好舞枪弄棒的，刘备受不得这刺激。所以后来呢，俩人的婚姻生活呀也不怎么和谐，也不太舒服。这孙尚香一瞪眼睛，拳脚就上来。所以后来呢，刘备呢封赵云一个官儿，叫掌内侍，掌管内侍我家里头的事儿。说白了，就你赵云呢能管我家里事儿，意思跟孙尚香说，我这可带着人来了啊，我这婆家有人啊，你可别跟我随便乱动，你要动手我掌内侍他能打你治你。所以就是说，赵云是什么呢？等于一直充当刘备一个警卫队长贴身保镖。那贴身保镖，大伙琢磨琢磨，能有多少时间两军阵前去打仗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呢，这赵云呢，就是没打过什么特别硬仗，没受过什么重伤，这有情可原的。赵云不是没打过败仗，什么时候呢？诸葛亮有个6出祁山，9伐中原，其中有一回大家都知道，逼得最后诸葛亮使空城计。就失街亭那回，在那之前呢，诸葛亮呢要攻打眉县，对外声张啊，我呀要出重兵从斜谷道插出去。当时曹魏大都督是曹真，说我要跟曹真正面开战。其实这是疑兵之计，他让赵云呢从斜谷道出去，他自己率主力部队从后边兜去，想抄后路，告诉赵云你呀给我顶住曹真，僵持一会儿，我从他后边就能上来。可没想到呢，赵子龙一大意呢，让曹真偷袭成功，兵败。诸葛亮走后路这儿没赶上，白跑了一趟。所以这段历史呢，有个电影咱们可能看过，刘德华演过赵子龙，叫这个《见龙卸甲》。这《见龙卸甲》里边说的赵云兵败凤鸣山，其实就跟这段历史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事儿呢，诸葛亮说我有不戒之失，失察之罪，就说我呀看人没看准，我一直认为赵子龙挺谨慎啊，不会出大错误，怎么能让曹真给偷袭成功了呢？就说这时候赵云是有过一场败仗的。有的赵云粉丝说明屈说，那你没办法，那曹真大都督兵强，赵子龙兵弱，就打了败仗呗。但问题说赵子龙一生都没打过败仗，那就得包括你得有以弱胜强的例子。你带兵少你也不打败仗，要是我带10万人围攻你800个人，那废话，那我是一辈子没败仗。所以赵子龙真要处在那种优势地位，他就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说人呢，没有常胜将军，总得有束手。所以说赵子龙呢，绝对不像这个《三国演义》里说的那么神话，没打过败仗，没受过伤，他的能耐也没有神话传说里头那么大。你看为什么我说三国里头2个完人吗？完美的人吗？刚才咱们说诸葛亮完人，武的就赵云是完人。为啥？这个人对主子忠心耿耿，对刘备是好的顶点了。子龙呢？子龙保护夫人，在后面赶路。
不是啊，主公，刚才我看见夫人的车倒在路边，夫人已经失踪了。子龙呢？他降朝了，他不可能，千真万确啊，主公，我亲眼看见赵子龙从西北而去啊。大限来时，人心难测，他定是投那曹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不可能！子龙跟我患难相交，心如铁石，岂能为富贵所动？所以这样的人，你就搁我们现代社会，搁到任何一个单位公司，是不是好人？大家得公认这是好人。那么大家公认的好人呢？我们一说到谁是榜样的时候，就他。这榜样在中国有个特点，不能有缺点。所以今天我们说赵子龙呢，他也是不是没缺点，他不那么完美。他就是一个武功相对高强、为人又低调的警卫队长。赵子龙是这么个形象。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朋友说：“这老梁，我听你节目听挺长时间啊，你就有一点不好，这嘴黑，经常黑这个黑那个。”网上也有的朋友说：“哎呀，这老梁黑我家赵云啊，黑我家项羽。”你听，都是他们家的，也不知道你们家得有多少古人在这。我实事求是说呢，不是说我黑谁，而是这个人物本身就不完美。可是，在粉丝心中呢，这个人永远是完美的。所以你一碰到这个，他不干。说为什么有些粉丝总认为自己偶像是完美的呢？他自己不行。就把自己偶像想象成什么呢？自己的爸爸、自己的老公，甚至就自己。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自个儿的爸爸、自个儿老公可能很差劲，他就得想象有个偶像来填补这个空间。就这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某个人，而是你想出来的。所以咱们为什么说脑残粉挺可怕呢？因为粉丝要脑残的话，这偶像就好不哪去了。而且你这么脑残的迷一个人呢，大伙儿可能对你迷那个偶像就会产生一定的怀疑，所以这就是网上常说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叫什么？叫一粉顶十黑。所以说你这个经常是把哪个人当做完美偶像的人琢磨琢磨，只能说明啊你不成熟，你还是个孩子。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给大家解析啊《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你会发现呢，这四大古典名著里头啊，除了《红楼梦》啊，那三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想干事儿的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里头还有一种标配，就这个人论能耐呀，肯定到不了主心骨的程度，但是也有用。但他有个毛病是什么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经常惹一些祸。往往这主公为他呢还经常操心。你看这人物一举就出来，《西游记》里那猪八戒，唐僧经常说啊，八戒不得无礼，你看得搂着他点。水浒里的谁呢？李逵，宋静经常你这黑厮少要生事，来训斥他，别往前抢。那三国里是谁呢？张飞。刘备说张飞就三句话：三弟不可鲁莽，三弟不可无礼，三弟退下，就这三句。那么说呢，历史上虚构的人物，你比方说猪八戒跟李逵，这是虚构的人物，哎，他这样也就无所谓了。张飞可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个人。那么张飞历史上实有其人，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呢？100%的不是。咱们今天就给说说历史上的张飞到底是什么样。女儿都是皇后，翼德其实很英俊，吓退千军万马，不靠武力，靠智慧。从美男子到环眼贼，张飞为何遭遇变形？老梁故事会三国武将的秘密之能文能武美男子张飞。咱们首先说张飞什么长相？你闭着眼睛一想，张飞那长相，哎，那个贯口里头说了吗？一见张飞，豹头环眼，面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来扎撒，一把钢髯，有如银针，恰似铁线。就说张飞那脑袋跟个鸡毛掸子似的啊，豹头环眼，圆乎乎的，这胡子不是顺顺溜溜这么长，不像关公五柳长髯啊，美髯公不是，扎来扎撒，一根一根往上挑着。反正你拿着脑袋当刺猬也行，当鸡毛掸子也行，当那铁帽环咱们擦碗的也行，就这么一个长得稍微有点脏还奇丑无比的这么个长相。张飞不仅不这么丑，张飞还得是个美男子。为啥？这是有民间传说做根据的。就在元明两朝的时候，就我们说罗贯中写着《三国演义》还没有全面铺开的时候，民间有句话说哪个男的长得好看呢？说他长了一张张飞脸，就好比说哪个女孩好看，有瓜子脸，和那道理一样。如果张飞历史上真是那么难看，
你说谁长张飞脸不成骂他吗？那就不是个褒义词了。而且特别关键的历史证据是什么呢？张飞有2个女儿，先后都当了皇后了。给谁当皇后呢？后主刘禅，刘备他儿子。这刘禅呢，先是娶了张飞的大女儿，娶过进宫之后就是皇后。结果没多长时间呢，大女儿死了。死了呢，刘禅呢又把他妹妹娶进来，说为了政治上的联盟。但这个你也说不通，为啥呢？他如果要是为了政治联姻，你长得难看，那我娶你一个就行了呗，意思意思就完了呗。为啥这大女儿死了之后呢，他又把他妹妹弄进来了呢？说明这姐俩姿色确实好，长得漂亮。后主刘禅不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那也是贪财好色，图安逸，此间乐不思蜀。他能那么接二连三的把张飞姑娘娶了，只有一个结果，就这姐妹俩姐妹花，长得漂亮。闺女一般都随爹嘛，你想想。所以张飞要难看成那个德行，真要那样的话，你想想这刘禅这口味得多重啊！这所以说张飞这模样呢，应该说毫无疑问，即使不是美男子，长得也差不哪儿去。那么说为什么《三国演义》要把它写成这样呢？因为三国里头美男子很多。你就说刘备这阵营里边，诸葛亮挺漂亮，赵云也漂亮，关公呢这长得义薄云天一副长相。到张飞这必须有差异化，你要再写张飞是美男子，那这成选美了就没意思了。总得是呢各种各样的长相，而且这描摹一个传奇人物啊，咱们中国历史小说有个特点，非得这个人天生异象，就是不是说丑，而是长得怪，跟一般人不一样。说项羽俩同人重瞳，说刘备呢大耳垂肩，手长过膝，2个耳朵到肩膀这儿，跟弥勒佛似的，那手长的过膝盖。所以说这个传奇人物得长得特殊，要不然的话不足以加强他的传奇效果。所以艺术加工之后呢，张飞就成了这个长相。那么再一个说张飞出身，《三国演义》说呀，在涿州屠户卖肉。后来呢，在他家后园子桃园，叫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讲述这一段。说正因为张飞呢是卖肉的出身，屠户嘛，长得吓人应该的，而且脾气暴躁也应该的，是不是？不是，张飞家里头有钱人家，人家不缺钱，而且从小富家子弟，少爷脾气，所以这个决定了张飞呢他的性格特点。张飞是什么呢？敬爱君子而刻薄小人。啥意思？就是对同级和上级这些有能耐的、有文化的，他是很敬重的。这和他家庭出身有关，他地主出身。但是呢，对下级他很刻薄，非打即骂，因为他就少爷出身，看不起下人，你低我一等。所以这个也直接导致张飞的下场这个自己二哥关羽死了，赶紧让下边人办呐，马上披麻戴孝什么的。结果这个督办的范江、张达2个人呢，没在规定时间完成，张飞把他俩暴打一顿，这俩人怀恨在心，半夜潜入张飞帐中，一看张飞睡觉呼噜打着，眼睛瞪溜圆，张飞睡觉睁眼睛，所以张飞死就死在这上，这都是正史里可以考证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张飞真正出身，人家不是一个就是卖肉的屠户横眉立眼的恶霸，不是那样出身。咱再说张飞这能耐有多大，就是他的智商到什么程度？有那么句话叫张飞穿针，粗中有细嘛，是不是？也叫大眼瞪小眼这个说张飞是真正的有谋略的。那么说张飞这个粗中有细这一点呢，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历史真实里头，都给予了公正的对待。就说张飞绝非义勇之夫。你看最典型的，咱们说这个长坂坡一战，就赵云七出七进，七进七出，败之在当阳桥前。张翼德往这一站四弟休要惊慌，少要害怕，快快退至密松林。这时候赵云呢带着这右主刘禅去见刘备。那么这个时候张飞干嘛了呢？咱很多朋友就是看到这小说里头怎么写的呢？说那张飞立于桥头，咬牙切齿，捶胸痛骂，
但曹贼听真，有你家张三爷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喝一声，当阳桥断；大喝两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那曹兵喝退。后人有诗赞曰：长坂坡前救赵爷，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这是评书小说里头这么写的。那么说历史真实是不是这样呢？跟这挺类似，就是它反映了呀张飞本身呢粗中有细。比方说他在这等着，等曹操百万大军掩杀过来，他可知道自己带着点兵力啊扛不住人家，那是以卵击石。他想个办法，后边不是密松林吗？他让这个几十个士兵啊牵着马过去，然后在马尾巴上呢把树杈子弄一大堆拴上，然后赶着这马呀在这林间小道来回跑。你想一跑，后边这个树叶子树枝就把地上的尘土弄起来了。曹孟德追到这儿呢，一看桥上是张飞，桥后头密松林里头啊，那浮尘起来了，遮天蔽日的。我们都知道大部队行军彻地连天的时候会容易出这效果，他让几十个士兵来回在地上划了，尘土都起来了。所以曹操一看，哎呀，这密松林里恐怕有埋伏啊，所以这就跟诸葛亮的空城计似的。所以这个时候张飞就已经会使计啊，知道搁这叫疑兵之计。所以当然后头呢小说就夸张了，是张飞喝断党阳桥，这张飞呢在桥上高声断喝，正好曹操身边呢有人倒霉，叫夏侯杰，这个人可能啊有点先天心脏病。这张飞突然间一声断喝，曹贼听真，这小子心脏不好，一着急一上火一害怕，哇，把胆吐出来了，吓破胆了，这人死了。所以曹操手底下一看这张飞真乃神人也，赶紧速速的败退了。你看咱们这个喜欢京戏的朋友知道那个甘露寺里边有一折吗？乔阁老介绍说，这个刘备中山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流啊，他二弟汉寿亭侯。说到张飞有句唱叫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喝断了桥梁水倒流，就是这张飞一嗓子把当阳桥喝断，水倒流。当阳桥断，顺水横流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三国演义》写的很公正，那个桥啊不是张飞喝断的，是他给锯断的。怎么着？这把曹操弄跑了吗？跑了之后，张飞琢磨咱撤吧，说撤是可是撤呀，一会儿曹操追过来过桥得追上咱。说这么的吧，咱把桥弄断了得了。我领军士拆断桥板，嘿嘿，前来追赶兄长了。其实这个就看出来，张飞不是从大局考虑，不像诸葛亮想那么细。但是两军作战，他作为一个主要将军，不可能一点谋略都没有。你像《三国演义》后来写，他和这个张合交锋的时候啊，定军山后期一战，张飞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张合呢，安营扎寨，任你张翼德怎么骂，他也不出战，把张飞给气的有劲没处使啊，就天天晚上回来喝酒。喝完酒喝多了就打骂手底下士兵撒气，因为这个是张飞一直以来的习惯。这边呢张合呢派这个探马细作呀出来打探消息，回去告诉张合说张飞让您给气的，天天晚上回喝酒，喝完了拿起鞭子不分青红皂白把手底下人一通打，天天喝。军前难得如此佳酿，大家尽兴痛饮一醉方休。张合早已吓破了胆，其余更是酒囊饭袋，怎敢下官？饮酒，饮酒，饮酒，都与俺放心的饮吧。二位将军各以进山马为左右翼，见红旗有动，便各自攻进，截杀张合两侧之敌。是。张合连续接到这个探报，接了有半个月。张合说：“看来此人乃鲁莽之辈，咱就定下今天月黑风高，咱们正好啊出去偷袭他。”结果没想到这大部队杀进张飞营帐，一看前面营帐灯火通明，有人坐那正喝呢。这时候张合冲进营帐说：“张飞逆贼，拿命来！”这枪往前一挑，一看这人应声倒地，是个稻草人。张合知道坏了，中计了，这还哪撤得出去？四外边士兵潮水一般涌进，这把张合给收拾够呛，全军覆没。那么这一战说明什么？张翼德是确实有谋略，
他用这种疑兵之计呢，把对手一点点给吸引过来。而且你不拿我当250吗？你看咱这叫扮猪吃老虎。所以历史上的张翼德呢，绝非是这个那种鲁莽之辈。你要细看《三国演义》，你都能看出张飞是有心眼的。同时，这张飞形象呢，主要是干嘛呢？在《三国演义》里用来给刘备背黑锅，冲锋陷阵。你像这个三国里写三顾茅庐，为了显示这刘备礼贤下士，每到这一等诸葛亮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张飞马上哥哥休要等他，带我杀进去，一把火把茅屋烧了，把那诸葛村夫给捆过来，搁你面前。大哥二哥，今天你们都不用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为何你去就行啊？怎么不行？我拿根绳索把他捆来就是了。你不必去了，我跟云长去。好，发了。既然两位兄长都去，小弟怎能落后？我跟着就是了。去可以，万万不可失礼。知道。张飞都这形象，所以这刘备，哎呀，三弟不可鲁莽，三弟退下，显得刘备那么礼贤下士。这俩人的黑红脸啊，配合的是非常好的。而且这种配合为什么说他没道理呢？因为在史书里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记载张飞如何不尊重诸葛亮啊，如何要对他动武怎么着，没有这种记载。你看大伙儿学过《三国志》一个名篇《隆中对》，后边不有吗？这诸葛亮长篇大论啊，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怎么着。刘备听完了说：“先主曰善，真好。”于是与亮挺好日密，接下跟诸葛亮就很友好，天天晚上挑灯夜话。完了说与非不悦，就关羽张飞不得高兴。因为你看原先咱哥仨在一块聊天，现在你这诸葛亮来了，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哎，云长，你听见没有啊？这大哥成了鱼，孔明成了水，那咱哥俩是什么呀？大哥把孔明接下山后，便以师礼相待，食之同席，寝则同室，整天谈古论今。都快把你我兄弟给忘了。结果刘备怎么说呢？哎，孤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就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愿诸君勿复言，就你们都给我闭嘴，别说这个道那个的。哎，完了后边一句话，与非乃止，就关羽张飞两个人呢闭嘴了。哎，就这么正史里一点描述，就说多少呢？有点对诸葛亮来了不是太痛快，这倒是，但是绝无张飞站出来要绑诸葛亮又有鲁莽之举，没有。而且《三国演义》里头呢，张飞替刘备背的最大一个黑锅是什么？鞭打督邮。怎么叫鞭打督邮呢？刘备呢，跟黄巾军打仗，立了点功，当了个小县官。这当县官呢，不大点个官，人督邮呢是个官名，说白了就现在的巡视员。到下边看看你什么情况，我给你说好话，你能上去。这督邮呢，来到平原县，就刘备这个当县令这地方，来干嘛来了呢？说是视察，其实是索贿来了。就你不想升官吗？你给我拿钱。刘备也没钱给他呀，所以这督邮呢，没说刘备好话，把张飞惹火了。到了这馆驿，把督邮拽出来，捆到树上，噼里啪啦这通打呀。大哥，狗官，我大哥呢？救命啊！救命！救命！住手！真的救命啊！太贫嘴，打死个少一个！这一打完了，刘备这官做不成了，你冒犯上级了，所以等于张飞鲁莽给刘备惹祸了，没招了刘关张三个人，这才走上逃亡生涯。说张飞鞭打督邮，等于给刘备惹了大祸。那么历史真实状况是什么呢？不是张飞鞭打督邮，是刘备。说他为什么这么写呢？这小说就这个特点，你为了突出一个主要人物，其他人物就得做牺牲。为了突出刘备做事稳重、大气、仁慈、道德，你旁边就得有一个鲁莽的、不那么道德的人往上冲。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呢，刘备的真心真意啊，得利用张飞表达。你比方说三让徐州这段，在这之后呢，刘备得了徐州了，吕布来投呢，刘备就客气客气，说你这能耐比我大，我把徐州让给你吧。其实是客气客气，刘备半点都不想让。吕布很高兴，哎呀，那这刚想表示接受，一看刘备身后张飞，
玄德啊，今天起咱们就是自家兄弟了，生死同舟，荣辱与共。来来来，喝酒喝酒。吕布，我哥哥金枝玉叶，你这厮竟敢叫他做神帝，你是什么东西啊？三弟，快住口！吕布，你听着，赶快拿上你的兵器，过来跟张爷爷大战300回合，快退下！其实什么表达刘备真实愿望，吕布这是哎呀岂敢，赶紧得转过来。所以这小说里永远需要这么一位来替大哥遮风挡雨，关键时候给背黑锅。现实当中桃园3结义，张飞确实替刘备卖命。那么这历史小说的虚构当中呢，张飞呢不仅卖命，还得背黑锅。所以从双重意义上来讲，张飞都得算刘备最好的哥们儿。